其实是需要保存，是需要保留的。但是呢，因为现在呢，教育部它直接上了一个法，就是叫做《国家语言发展法》，入到了108年的课纲里头去。那以前是国小要教母语，后来是国中要教，现在开始连高中也设定都要教，就它也排挤了其他的课程。就像老师说的，其实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个礼拜上几节课，那是固定的。你今天要是把这些东西再加进来，他就会排挤到其他的课，这个是很专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要全盘来考量。而且我们在台北县还碰到一个问题，大家就觉得说根本不是问题。台北市的国小国小1年级教英文，那时候台北县的国小3年级教英文，惨了，庞大的压力。我们是国小3年级才教英文，然后所有的家长都在 complain， 难道我们是2等公民吗？我们有庞大的压力要去在国小1年级教英文。那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复杂吗？我请问你，师资在哪里？师资在哪里？你没有好的师资，你宁可不要教。你没有好的师资，一开始你把他的发音、把他的这东西都教坏了，事实上他到后面要转回来很难转回来，所以师资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还真的研究了，全世界非英语国家，从小学1年级教英文的，跟后来3年级或是甚至初中才教英文的，其实小学教英文的效果并不好。所以不用那么急着，不用那么急，那么让小孩一定要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双语教育。他其实先把母语，先把我们的中文先学好，之后再慢慢的循序渐进，反而是比较好的。我们是初1才学英文的，我也不认为我今天初1才学英文，我们在国际的场合走动，老师都可以用英文辩论了，所以真的是没有问题。那个其实问题不大。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都是教育的专业。我觉得你今天要不要学母语，你的整个课程的整个的安排怎么样的排挤，我觉得什么东西摆到选修，什么东西摆到必修，其实我们要考量一个小朋友了，他要塞进这么多的东西，现在的小孩更可怜，还要上什么那个什么课后辅导，那叫什么，要学音乐，要学什么一堆东西。要学的东西非常的多，然后父母把自己小时候的所有的遗憾，全部都加在他的小朋友身上，所以他要学围棋，他要学音乐，他要学钢琴，学小提琴 ，My God， 他什么都要学。其实他的童年，我觉得是很辛苦的。对，现在小孩真的是压力山大，其实真的很辛苦。很多的父母，我也当了父母，现在是当了祖父母了。真的奉劝很多的父母，第一个要先认识你的孩子，第二个要让你的孩子认识自己，第三个不要把你自己小时候的遗憾全部都加在这小孩身上，他的压力太大了。不是每个小孩都适合走学术这条路，不是每个小孩都一定要走这条路。其实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案例了，就像我小时候，我们那小时候有放牛班跟升学班的，大概升学班只有2班3班，我们一个小学大概7班吧，升学班大概不到3班，其他4班是干嘛的？毕了业就就业去了。就以前的教职教职的教育，其实技职教育其实做得非常的好，一下就分开了。那这些人，他也许因为他功课不好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家里的这个经济原因，他就是毕业了业以后我们是还好有读国中，我们的上一届是有的这个小学6年级他就去做事了，然后这些人后来去读了这个专科学校，然后今天其实好的很，并没有不好，成功的人非常的多，成功的人很多，然后读大学的另外这些人。其实并没有过得非常好啊，也不是说每个人读了大学你就很了不起，其实并没有。对，老师，我们看到这20年来的教改，其实也破坏了技职的一个教育体系，一塌糊涂。就是我们看到在将来可能技职教育出来的这些专业人士，可能在跟老师的那个年代少了非常非常的多。
对于整个的国家的一个发展，其实并不是很好。其实教改每个人都诟病，今天100多个私立大学都在倒闭的边缘。然后呢，我们把台湾其实当初最骄傲的、非常的一块就是我们的技职教育，我们有以前最好的学校叫台北工专啊，那是好的不得了。我很多的这个同学考上了建中，最后决定不读建中，去读台北工专了，因为它是一块金字招牌。他毕了业以后，其实他们这个学校的 performance 是非常好的，是非常让雇主喜欢的一个，而且它很扎实。可是你今天把他的金字招牌，把他的强项丢掉，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科技大学，结果他在技职里面他是强项，结果你让他的强项丢掉以后，他变成科技大学，那你变成科技大学以后，那我请问你，那你要跟台湾大学你怎么拼？就变成说反而你的强项不见了，你用你自己没有那么强的地方要在这边竞争，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今天很多的工厂找不到好的技术人员，我们最骄傲的这些我们的精密工业，最骄傲的我们的模具，最骄傲的那些 technician， 事实上他们都年纪大了，慢慢的传承都会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年轻人90%都去念大学去了。那你念大学，第一个念完大学，你叫他去当这个技术人员，他拉不下那个脸，他觉得我是大学生，我为什么要去做黑手？我们还把它当做偶趣。其实在欧洲，尤其在德国，黑手是很骄傲的。对，而且他们的薪水都很高。他的薪水很高，他是非常被尊重的。你知道，在美国，你叫一个这个 plumber， 你叫一个那个水电工要花多少钱吗？他们是被尊重的一个职业。结果我们台湾人叫2个字叫黑手，那没有人要当黑手，没有人愿意去读，所以慢慢的这边也会变成一个断层。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也需要仰赖这么多的外劳？因为这些工作我们的人都不做啊，这些工作我们的人都不做，那我们人出来的以后要干嘛？我大学毕业，我要做服务业，我也不要说我要做，我也只会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可是这样的工作也不见得适合你做。然后另外呢，教育资源的浪费。其实培养一个大学生，不管你有没有好好用功读书，国家在你身上是投资相当多的钱的，那是一个教育资源的浪费。结果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培养出这么多的大学生，然后其实他并没有发挥到他自己的该发挥的地方，国家需要的人找不到，我们也没有训练出来。然后这一些人呢，有很多人他会活得非常不痛快。一辈子活得非常不痛快，然后呢，我们需要的人在这里面找不到，我们也没有培养出来，然后整个技职体系崩盘，然后最荒谬的是，从头到尾没有去检讨教改到底是谁发动的，当初是怎么决定的，造成这么大的伤害，谁该负责任？没有教改从来没有检讨过，它就真的发生了。你问他说是谁，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执行啊？不知道，反正我们就这么干了。这听起来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的疫情大爆发，然后呢，大家没有办法去追究3+11到底是谁决定的一样的道理，就是很多做决策的人到后来都不用负责任。这个我是觉得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今天你会发现很多的政务官满口谎言，今天讲的跟明天讲的不一样。然后呢，他说我要负责任，那今天还每天坐在那里。那假如是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你一开始你讲的，我们怎么教小孩子啊？我们跟学生讲，你不能作弊。他说老师呢，这些人每天都在作弊，为什么他没事我就有事？然后我跟年轻人讲说，你要好好用功读书，你才会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对了，我好好用功读书，最后就跟你一样而已了。我要是可以像最近很有名的那一个人，我只要走对方向，我今天可以当立法委员啊。那我为什么要好好用功读书？我只要跟对人，
这个擅长现在市面上的那一招，我只要挂对了派系，我所有事情都不要负责任，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我干嘛好好用功读书？这是价值观的扭曲。价值观在这个社会是被严重的扭曲到我们都不知道说现在的年轻人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什么。老师，你现在所接触很多的年轻人，是不是他们对于未来的愿景其实是很模糊的？以前年轻的时候，就像老师年轻的时候，可能对未来是有规划的，是很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的。但现在年轻人是不是不完全没有愿景啊？为什么？一个非常可怕的3个字叫做小确幸，害死了一堆人。为什么小确幸？我就过了小日子就好了，国家关我什么事？这个世界关我什么事？全部都在搞小确幸，没有愿景。不要说年轻人没有愿景，我请问你，台湾有愿景吗？我们的愿景在哪里？我们就是在这里面，是所有的人，台湾人慢慢的都把自己锁在这里，然后每天看着都是这么一块小饼，没有人敢去看这个世界的大饼，没有人有国际观。没有人有企图心，就像我们小时候，因为很穷，所以怎么办？你就好好用功读书，然后到美国出国留学，你可以出人头地，那是对不对？那另外一回事。但是那是一个你可以追求的目标。但是现在我们的学生，我相信优秀的还是有。现在学生读到硕士，他会跟我讲说：“老师，我不想读了，因为读博士呢，第一个。”太辛苦了，第二个投资报酬率太低了，我们不读了，所以我们最近找像我 supposedly 再过2个月要退休，下个月，好，我们学校老师确定要退休了？老师不是再延1年吗？后来又延了1、2年了，反正，但是我们就是退休到民国45年、40几年退休，我一堆同学都退休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补不进来。全部补不进来，因为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所教的学生出国留学，第一个大部分都留在台湾读硕士，有一部分出国留学了，叫他们读博士比例非常低。然后呢，今天因为第一个本来就没有制造那么多的这个自己学生去读博士的，然后你今天要叫他们回来。假如他真的读了博士，他也不回来。为什么？年改把我们的薪水砍得一塌糊涂，然后我们这个行业又是一个国际市场。我今天在美国、在欧洲、在全世界的一个顶尖大学的博士，我第一个优先，我当然留在欧美，然后甚至到中国大陆。为什么？到新加坡的人很多，很热门。为什么？薪水是我们台湾的4倍啊！我当然留在那儿啊。爱台湾3个字已经不够了。因为我们也不能怪这些学生，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市场嘛。然后他们留在那儿以后，过了10年生根了，他回不来了。他想回来，他也回不来了。所以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断层。这就是当初。我们一直跟民进党建议，你们的年改要非常小心，不是说我们公务员好像在争取我们自己的权益，而是说你年改，你这样子很粗糙的这样一弄下去以后，你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优秀的人不愿意进公务机关了，不愿意进公务机关，然后我们大学找不到人了，那你觉得这损失有多大？然后年改1年省多少钱？180-90亿吧，一个前瞻计划8000亿，对，然后最近的纾困一下就几千亿。8400亿。好，那请问你把我们搞得元气大伤，让我们的整个政府基本上这个产生非常严重的这个生态问题，让我们的学校找不到一个好的教授，我就真的很担心。我们今年退到45年次，再过5年，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这些教授，资深的教授，都是在90年代左右回来的。其实他们这些人在5年之内会全部退光。那全部退光以后，我请问你，
你去哪边找教授？你去哪边找教授？那我们又没有完全，我们又没有完全国际化，在国际上也没有问题。为什么？你可以找外国人来教书啊，这也没有问题啊。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呢，在大学是一个社会，你讲英文问题不大。可是问题是，他要去拿 project， 他必须要跟政府单位打交道。我们政府单位是讲中文的，他这些外国教授他只会写英文，他没有办法拿到计划，所以他的计划也没有办法成长，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一个国家。所以外国人到台湾来，一个外国教授在台湾来，他要生存很辛苦。最有可能到台湾来的是什么呢？是大陆的这些学生在国际上毕业了业，他的学历很好，他会讲中文，因为同文同种，他到我们这儿来，他其实没有适应的问题。可是问题是，这些人是来不了的，因为政治因素，他们来不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我们台湾自己的 identity 没有，国家的愿景没有，我们要走到哪一条路不知道。然后大陆在崛起，一个庞大的磁铁，把我们的人也吸去了，资金也吸去了。然后我们呢每年输出多少的白领？其实我们的白领是一直在输出的，然后我们输进来的都是蓝领，我们输进来的是蓝领，我们流失的都是白领，我们的人口结构在很微妙的变化。这些事情我们从来不谈，这些跟教育没有关系吗？这些跟教育的关系大了。我再告诉各位，到了2030年，我们13.5%的20岁的年轻人，他的妈妈是外国人。就是所谓的外籍新娘跟她外籍新娘所生的小朋友，这叫新台湾之子。2030年呢，13.5%，比例不高，比例够不够高？他的妈妈是台湾人。那我请问你，这些小朋友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政府有帮人家的忙吗？没有。我是第一个跳出来，在我们台北县政府成立火炬计划，我先开始募了1000万。开始去协助这些嫁来我们台湾的这些外籍新娘，让他们可以站起来，辅导这些小孩。第一个，你是台湾人，你要懂中文，你要 appreciate 你妈妈的语言，你要 appreciate 你妈妈的文化，让他们可以站起来。可是呢，我离开政府以后，我在内政部的时候，1年从外配基金拨2亿做这件事情。可是我离开以后，这2亿被立法院删掉了，所以这13.5%的人，你就想，我们都自己觉得自己很辛苦了，我们的小孩都很辛苦了，那他们呢？他们更辛苦。他在一个过程里面，其实他自己这些小朋友的心理上文化的认同，其实也没有人去照顾到他们。他们有没有可能会被歧视？他们非常可能被歧视。他的妈妈在家里有没有地位？我相信应该不高。那他的妈妈要是在家里没有被尊重，小孩子没有去尊重他的妈妈，他的人格会是一个完整的人格吗？那这样的一个这么高的比例怎么办？因为他还是我们的国民。所以我当初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一个最大的危机，但是我恰恰看到的是什么？最大的转机。我那时候在台北县好几个学校，我们开越南语班、泰国语班、印尼语班，还有菲律宾语班，干嘛呢？就告诉这些小孩子，你要学越南文、学泰文、学你妈妈的语言。那时候就在教母语啦。那时候就在教，而且是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要让这些小孩子认同。但是我的 scenario 是什么？这些小孩要是从小他在学校有播了种子，回家跟他的妈妈学。到了今天，他会讲流利的东南亚语系的语言，你觉得是我们台湾的强项吗？你知道今天你会讲他就是我们培养的人才了，另外一块的人才。对，你知道你今天会讲越南文，你一个台干会讲越南文，你知道你的薪水有多高吗？你的薪水非常高，为什么？我们今天有8万台商在越南，找不到会讲越南文的台干。没有，因为市场上没有，我们的人也不学，
我们根本基本上不教这种语言。可是这一些小朋友，你要是你 miss 掉他一个未来竞争的机会，就是我那时候跟我们台北县有303个校长，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把他们教育成汉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产物，你应该要让他接受到中华文化，接受到台湾文化，同时 appreciate 他妈妈的文化。他要是会讲越南文，会讲他妈妈的语言，我们到了2030年，台湾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国家。我们有1/10强，我们的国民会讲流利的东南亚语系的语言，他的亲戚、他的表兄弟都在那些地方。你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跟他们打交道的强项吗？所以很遗憾的是，这些东西并没有在教育部的脑袋里面，并没有。我当初在推新住民火炬计划的时候，其实我的移民署的署长跟我讲，他说：“部长，这是教育部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编2亿呢？”我说那是中华民国的事情，他们不做，我们做。结果在开会讨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很排斥，他们觉得说：“哎呦，这么麻烦干什么？你内政部干嘛多管闲事呢？”所以那时候我压着他们做。可是后来我一离开以后呢，这件事情就不再是优先顺序的。那要是回到他原来的这个 track， 你觉得我们对外籍新人的工作都在干嘛吗？都在叫他们穿着他们的民族语言，然后做他们的那个家乡的美食，然后唱歌跳舞，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已经做完了。那至于说他的生活的需求，他的小孩的教育，全部做表面。所以你就会发现说，现在台湾的氛围都在做表面。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追求民调啊，大家都在抢选票啊，大家都在抢什么？抢声量，都在抢声量。那你既然是抢声量，就告诉你不会有深度。所以又回到了价值观的扭曲。对，我们没有深度，整个国家没有深度。那我就很担心，再过20年吧，这个国家要交到年轻人的手上了。那请问你，我们帮他准备好了没有？你要怪他们吗？还是要怪我们？那当然是要怪我们的，因为他们是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育。可是问题是，等他哪天真的出了社会以后，他发现说，原来你们并没有把我教好，原来我完全没有竞争力。我们今天的竞争力都还在讲在台湾的竞争力。我请问你，你有国际上的竞争力吗？为什么我们今天疫苗搞成这样子？我们多久没有培养国际的谈判高手了？我们多久没有培养？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在培养这样的人，也没有机会。民间很强，因为你看这些民间国际的谈判高手一定有很厉害，政府没有，因为这样的人并没有被培养。因为现在的当权者来说，他的视野只关注在岛内的事务，他只关注在他的政治的，他是个人的利益跟政治的利益。对，老师，我们看到从5月份疫情爆发以来到现在，就5月份疫情爆发之后，然后呢，全国进入了一个3级的警戒，然后一直到现在，传出在7月的时候，7月中可能会开始的微解封，或者是多久以后可能会解封。老师怎么看这1-2个月来整个执政单位包含了政务官他的作为，就外界觉得说很多的事物是很多的状况是兵荒马乱的，甚至很多的决策好像不是照着理当应该走的步骤来走，而是完全只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好久以前在你的节目刚刚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建议只有2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普筛，第二条路打疫苗，没有了，不会有第3条路。今天是不是这样？他们说理由排斥普筛，然后一下子，但他的普筛是被迫，后来只好被迫他。然后我请问你，那他前面讲的话呢？一个政治人物，你不能今天讲的话跟昨天讲的话不一样，这是一个政务官最基本的要求嘛。
你当初讲普筛会怎么样？那你到了最后突然转弯说我要普筛了，在过去这种状况他就下台，因为你不能跟你昨天的政策不一样，除非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法。第二个，国际上已经先演了1年给我们看了，该怎么样疫情爆发该怎么做的标准作业程序，人家已经演了1年给我们看了。你不看书，你也会看电视吧？你没有尝试，你也看电视，人家怎么干的？然后呢，不能盖方舱医院，因为那是大陆。方舱这2个字不能讲，因为那个太可怕了，是大陆的 terminology， 我们不能用。我当初建议他们说，那么多的空营舍，你为什么不拿出来，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用？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普筛，你无症状确诊、轻状、重状，事实上一开始就乱成一团。然后呢，好了，那你要封城，那时候呢，怎么封？在国外就告诉你，就真的完整的封个2个礼拜、1个月，完整的封掉。但我们的3级警戒的封城不太一样，我们就是封一半，就是说你要封，就是彻底的封，然后全面普筛，然后让大家，然后找出这些被感染的人，给他一个适合的地方可以去，应该有足够的医疗设施协助他们，然后光打疫苗。这个就是唯一的路，结果我们就封了一半。那当他一开始封的时候，那时候事实上不要说我啦，有常识人就会告诉你，经济会出大问题啊。中小企业摆摊子，那些不赚钱就没饭吃人会出大问题。今天才知道吗？你早就该知道了。国际上已经演了1年给你看了，结果呢，这些家伙呢？还在算计自己的国产疫苗，对不起，不是国产的，是民间的。然后到了今天不敢讲国产疫苗了，因为气球被戳破了。然后还有所有的理由，然后今天买的疫苗进不来，有所有的说辞。然后疫苗从欧洲送回来，华航去飞，还特别去强调说他要避过中国的航线，就说他一定要营造一个好像中国大陆一直在打压我们，这个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这个就是说，他连这种地方他都在算计，然后就一开始就把矛头丢向双北，然后把苗头丢，所有的炒作都是在炒作。你看，哎呀，双北呢做的那么烂，因为他们都不是民进党执政嘛，就把矛头都弄向双北。那对不起，3+11，桃园你们怎么就不谈了呢？就说这里面到了今天还是充满的政治算计，真的看得令人恶心。就是完全充满的政治算计，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他们根本不 care， 他 care 什么？我的公投怎么办？我明年2022怎么办？这几个人好像是我未来最大的政敌，我一定要让你趁这一波赶快打他，然后郭台铭有可能要跟我选总统，打他，所以我一定要让你做得很不顺。我觉得你从头到尾看到他们就是充满了政治算计，他们根本没有诚心要解决问题。这个我是觉得很遗憾呐。可是民进党这么做，他其实已经自己陷入僵局，难道他没有自觉吗？他陷入僵局，我根本不 care， 这个政党早就该被淘汰的。可是问题是，但是他是带领台湾陷入僵局，这问题是台湾陷入僵局的。好，我请问你，一家一家的店都收掉了，你觉得他们还有能力再站起来吗？你觉得他领你2万块、3万块，他会感谢你吗？对他有用吗？你今天要是有8000亿，假如他要发钱发8000亿，我绝对不会把8000亿拿去分给你们，而是我利用8000亿去营造一个氛围，让大家有钱赚，有机会。这才是你做大企业，你做一个国家领导，你就要有一个 vision。就像我过去举的例子嘛，今天的民进党是把那包种子拿出来煮了一锅饭，让我们吃完，大家就再见了，因为种子没有了。你明年要下田，对不起，种子被你吃了。所以我是觉得，今天真的还是那句话了，广筛打疫苗。不会有第2条路，而且我们在提醒大家哦，现在变种的那个virus，现在已经到了 Delta Plus，
很快的是看起来这个更强的这个病毒已经会在袭击全世界。今天打1剂打2剂已经不够了，人家已经打到3剂了。那你觉得今天我们还在纠结于买疫苗？我觉得你要看起来明年你不打到3剂，其实你在国际世界是走不通的，完全孤立了。完全孤立了。那你完全孤立，我请问你怎么做生意啊？今天好，全世界只有台湾跟大陆好像是进来要关2个礼拜的。那为什么要关2个礼拜啊？因为我们都没有打疫苗啊，不能开啊。那在国际上，人家打了疫苗，有疫苗护照的，他们可以互相 travel。那我们来台湾就要先关2个礼拜。我请问你谁来？那你是不是又把自己给陷到这个僵局了？那至于要不要关2个礼拜，是你们这几个人讲了就算了吗？那为什么不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呢？而且讽刺的是，国外的感染人数都比我们多，甚至死亡人数都比我们多。那他们唯一比我们强的是什么？50%打了疫苗了，很快的80%打了疫苗了，你就会发现只有一条路叫做打疫苗。那你今天打疫苗怎么办？赶快去买疫苗嘛，还能怎么办呢？你让大家打了疫苗，让大家可以做生意，大家可以赚钱。我们并没有想要领你那2万块嘛，我领你那2万块要干什么呢？那为什么老百姓的心声这么 obvious， 你们都可以这么冷血？然后其实我最近你们注意了，我实在不太想看到他。陈时中每次出来，他的口罩的每天都不一样，你会发现说他的心思居然是在他的口罩上面。他每天都在戴不一样的口罩，他还有心思在口罩，他还有心思在口罩上面做文章，你不觉得这个实在是够了吗？你要真的很热心，很辛苦，你会在意说我今天的发型吹什么样子，我要穿什么衣服，我的口罩要戴什么样的口罩，我的口罩要传达什么讯息？你不觉得都是凿痕吗？太多了凿痕了，真的，我是觉得也是上次讲的啦。今天这个疫情已经是复合式的灾害，已经超过陈时中有办法 handle 的，再加上他的扭曲的一个意识形态，他已经把台湾逼向一个死角了。我们真的奉劝民进党做 damage control， 赶快换一个有能力的人，不然我们真的疫情是一件事情了，我们经济垮掉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我们垮掉不会再站起来，很难再站起来，不是不会再站起来，很难再站起来，要花很多的时间了。真的，我们现在的问题绝对是经济，但是慢慢的就会发现什么，很多的人心理上他过不去了，心理，因为他完全绝望。每天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面，他心里的压力有多大？要是你是一个储蓄很有限的人，你的钱都在烧光了，我请问你，这位父亲他怎么办？然后下面就是什么？下面就是治安的问题。下面就是治安的问题。这个就是从世界上你看出来，从历史上你看出来，这个就是一个 pattern。所以这个灾害叫做复合式的灾害，已经远超过目前我看到的这些人的能力有办法 handle 的，真的赶快专业的面对它。希望当权者能够放下意识形态，真的是导向正轨。今天非常谢谢李宏源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精辟的解析，也请大家在看完了《洪流洞见》之后，按赞在底下留言。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谢谢老师，好，不客气，谢谢。